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猜真相赢大奖。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兴趣相投就来 Soul， 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好复杂，对，好复杂，好复杂。我们这个环节啊，像盘那种时间线、极光什么，大概率肯定是盘不出来的。对，所以你的直觉就至关重要了。第一直觉是邓少爷。为什么？首先我观察他的状态，就没有很积极的在推进案件，你懂吗？就是很怕知道一些什么。这样游戏是不成功。而且他有一个问题啊，他6点多他才想起来真是谁。对，他的杀鸡成立是最弱的、最快的。现想起来，然后就直接想到这个事儿，就拿个刀就去了，这有点太简单了。他是特别急促的。荣出去没有想到遇到张，所以他没有办法，只能把他弄倒。而且荣身上有那个电击。张本来应该参与看极光这一趴的，结果就提前的下线了。你的意思是荣其实是出去动手，但是他没有想到遇到了张。然后呢，我有一瞬间也怀疑了何研究，因为他非常的善于，比如说当我们锁定到一条线的时候，或者是某一个人，他就给他扯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基于他想推进案件上多重可能性，还是说他在保护自己。他很快的撇清说自己不知道戒指的存在。如果他撒谎的话，他就是选择在这里撒谎，关于戒指的事情。幸运2选1的话，那就是何和荣，投谁都行。好，就他，就他合理，就他了。如果第2轮别的证据触发，这不也才1票呢？我们真是太聪明了。现在要进行非常精彩的搜身环节。不要！谁身上有东西，赶紧给我交出来！自己交代，快点！你是干嘛的？你不是侦探那一波的。来，我来搜一下你。不要！哪里有吗？不要！有吗？来，不要！口袋，不要搜我！很明显。还有，哇，你也有这个东西。这啥？一喷即晕，即晕。哦，你们都有。这是我的凶器，这是你的凶器。你是要勒死他是不是？对，把他先喷晕，趁你们大家所有人都睡了12点左右，然后把他勒死。你快点吧，该你了啊！你赶紧拿出来吧。哎呦，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啊？药盒。哟，啥呀？磁铁，超强磁。这个也有蜡。手套，用来干嘛的？
强词，我要夺理哦。没有，就说我特别注重干净，平时就是爱戴手套，然后就是没有别的。超强词，这个蜡，干扰器上面有白色的蜡。返航是你搞的，反刚是我搞的，对。那我知道，那手套就是用那个他那个蜡放厕所里没冲下去，他自己把它掏出来用手套。冲厕所的，但是手这么长，你看，闻一下看看有没有味儿。折叠揣的，那我为什么不弄一个折叠揣子呢？折叠揣子给它弄出来之后，来一个钩，这么勾一下。我以前是专业做胃镜的，是不是？哇，你是返航的人，你返航你要干嘛呀？我返航是因为他们要开的不是一个特别进一步、要先进的一个会议啊，我就是不希望他们能开成这个会嘛。我们的这个组织非常之单纯，就是你开哪个会，我就阻止你哪个会，千疮百孔。你只要这边漏了，我就读一边，这边出来再读一边。所以你并没有杀他的计划吗？我没有，我没有要杀他的计划，我只是要把阻止这个会，阻止这个会，因为我们这个组织非常单纯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返航了之后要干嘛呢？我们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What？ 就是我要把我们现在这个 K 啊，然后给绑过去，让他亲口承认他之前陷害过我们。啊！你们组织就是不用暴力，对，子弹伤害不了我们的意志，好不好吗？确实是他在那个兴趣群组里面，他说的也是把他的罪行昭告天下，他并没有说让他怎么样。对。啊，那大就很清白了。对，因为你要让他亲口说出来，对所以你一定不会杀他。他就不会杀他。对。哎呀，这是什么？哎呦，快来看！哎呦，电击贴，哎呦，这是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哎呦，这是干嘛的？电击贴是在哪儿找的？在我衣服上是吗？你真的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又假装失忆，哎，他这集好，只要假装失忆就什么都不成。我这个。哦，这就是说，我以为我今天没被电击过，但其实我可能被电击过。你已经醒过了。就是他身上有10000种可能醒来。你身上有吗？没有，真的吗？就是没有吗？真没有。这个领结就是为了在耍帅的。这个领结跟他是同一个作案工具吧？一样，对的。哎，你本来准备的方法是啥？作案的时候。希望把他帅死，对不对？他一看到我好帅啊！我要把你帅死哦！我的作案的手法其实是等到了G国以后，我已经在当地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已经在当地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到了当地已经安排好了。那你还去干啥呀？很想。不是，那你没必要。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是找了人在下面等着的，还能这样？不是，但是我不是想把他给咔嚓了，我是想把他绑架了以后。那你上飞机前绑架不好吗？你兄弟那么多。哦，我得有的地儿威胁他呀，我得把他弄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要绑架他干嘛？不，我得要那个天才药啊。可是你父亲都过世了，你要他干啥？他现在要的是天才药，他想当天才。行，那进去找吧。找吧。没有想到在外面搜身最大的结果是飞机到了G国，有一大帮人在等着我们。K 总那门还没打开呢。那怎么打呢？它是要密码，它是要密码，它需要密码。哦，它是数字啊。哦，哎，1，然后7。17是啥意思？谁知道呢？摇摆，我不知道，我们回忆一下出现过的数字啊什么的。荣20 K 21 2021。我们要看跟他有关系的那些数字有什么？不是，这个不见得是他弄的呀。这个不见得是他弄的呀。哦，我知道他是程序员。手指上面写了一个
0214。0214我孩子出生的那个日子，密码就是他的生日。 0214。哦 ，My God！ 但是他设你的生日干啥呢？他自己设的，他设的呀。哦，因为他是程序员。天呀，你把老板的密码设成了自己的生日。这不是老板的密码，这是这个口袋空间的密码。来，啊，开了。还有同台另外一个空间，我的爸爸，另一个飞机镜像哇，出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天哪！欢迎来到新的口袋空间。 所以这是一个虚拟，这边是虚拟，那边是真实。对，我天，这是什么意思啊？晕，这是什么意思啊？天呀，这不是镜像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复制，原来的一模一样的复制。哎，这不是 K 总口袋吗？哦，这是多了好多东西啊！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我的控制台。输入密码。核研究。我们原来的航线图它被修改了一次，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我知道，那改变路线是你搞的啊？他想转行，想转对，先转行，但是他没有想到，又来一个人给他弄回去了。对。这么说吧，插到那个乘务舱里面的那个 U 盘，是不是真进去插的？对。我在真的兜里发现了2041的这个 U 盘的盖儿，所以其实改变路线的是 K 总。他插这个 U 盘是为什么？让他偏航。偏航，他不要去那个地方。对，那个意味着什么？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他要绑架这个飞机上所有的人。因为这个飞机上的人都是去参加人体增强技术峰会的人，他绑架这些人，然后让这些人去帮他 K21的最后的成功临门一脚。然后呢，我假装配合他，我说没问题，我有这个方案。你假装受了伤，因为你受了伤，外伤就可以作为你的通行证，进入到乘务舱里面去加这个 U 盘，就可以控制飞机。哦，你给他的计划。对。但事实上，我是利用这个让真去破解程序，改变飞机飞到我想要去的地方。要去哪？我要去马栏山，我要跟妈妈一起回家。对，对。然后我想的就是，我在这儿结束掉他的生命，然后我就可以。跟妈妈一起回去我想回去的地方。哎，他最终要偏航，是他跟他妈要相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去看他妈，他妈跟他。不是啊，所以咱们不知道他把飞机给弄偏航了。我知道，但是我们飞机上还有我们这些人呢呀。他最终只想跟他妈在一起啊。对，那到目的地了，我们就下去了呀。哦，他真的把最终地址改成是马栏山。我们都在马栏山下是吗？对，你们都到我们的那片草原。我那个手套有用哎，戴上手套吃小龙虾，那个吃马栏山那边。所以你也来过这儿喽？这么跟你们说吧，你们都来过这儿。啊？
我们都来过。什么意思？看看还有什么。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是真以为我跟他会有个计划绑架所有的人，但事实上我是利用这个骗了他。我的真实计划是让他插上那个 U 盘之后，我就可以利用控制台黑入到了整个真实飞机的操作系统，导致只要你们登出自己的口袋空间，就是会登录到这儿，自动的登录到这儿。哦。所以你们醒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在真实的飞机里面醒来，开始就餐，开始看极光，但是事实上，你们全部进入到了我设置的这个元宇宙的飞机。所以那个极光大家都看见了，是因为它是因为我为了让大家在这个飞机上也可以真实的以为自己还在原来的航线上，我都做了极光程序。所以我们看到极光是在这儿看到的。我的游戏的第二关的场景就是飞机。我的游戏的第二关的场景就是飞机。这就是我中间几次醒的时候，有可能是在这儿醒。哦，他进到他的口袋那个游戏里，第二关是飞机，所以我应该是到这儿，他应该是在这儿了。这有一个 iPad。哎，尸体有区别，这边的伤没有那边阴血，这边没有阴血，这只是薄薄一道。看看刀口一不一样，有不同地方，这边伤口没有多余的痕迹，就是一个干干净净伤口。这就是被捅了一刀。哦，他在虚拟跟现实中都被杀死了。对。哦。好，这是谁干的？可以认了。这是我干的呀！这是我干的，开心了！我就在等你呀，朋友。这指定是我干的，能认了是吧？能认了。哦，这个就是我的第二关的任务，就是说要杀死他。对。那谁设置的游戏呢？会让你来杀他？他呀。哎，你看，哎，这个梦里边这个它没有闪电，哎，没有那个哎，这边你做的版本里边没有闪电，就说明你不知道它的保护器是这个知道这个东西。这个里面应该有他的计划，工作台的好东西呢。第一关开启，第一关进行，第一关通关。我的第二关的任务就是要杀死他。哦，他改过，他更改了那个游戏。这个讲的就是我在控制你，然后呢，你的第一关呢，其实我是通过在真的房间里面找到了你的资料，我才知道原来你因为被他一直在用那个药，记忆也毁了，容也毁了，然后你改名，同时也整容变成了张游戏，所以呢，我通过第一关的设计唤醒你的记忆，因为我把你所有的有关于你的记忆的东西放到了第一关第一个空间里面。我一进游戏看到那个实验室，我的脑袋就开始刺痛，就我的记忆就恢复了。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好科学，这就是我的实验室。我的真实计划是要用它来作为我的杀手，因为我自己动不了手。那可是你杀死的虚拟的他，你杀死的虚拟的他。哎呦，电击篇。如果用户在现实的世界中遇到了强烈的刺激，也可被强制的唤醒。
虚拟茶，电击贴，强烈刺激，强制唤醒。你以为你还在游戏，其实你活了。就他的目的是让你以为你在做游戏，但其实把你弄醒。其实我那刀是在那儿捅的，是吧？哎呀妈，认早了。我说我看到的，大家来分享。我9点进入到第2关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疯狂的攻击我，这个人就是真。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起第2段记忆，在他不断杀死我、不断复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这一切。当我记忆恢复完全之后，我抄起了一把3刀，这把3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那儿的。就是当我醒起来抄到3刀的时候，我以为我还在游戏里，但是我捅了一刀，捅的是真人。你就是来诱导他嘛，让他去捅一刀嘛。对，他是你的工具人，他是我的借刀杀人的刀。所以他是被你邀请上来的，不只是他被我邀请上来，他玩的那个口袋游戏，他收到邀请函都是我做的。就是我事先让真序里面控制整个飞机，然后呢，我更改了程序之后，我在他昏睡进入到他的口袋空间的时候，在他手里面放了一把刀，同时在他身上安了这个电击片。然后呢，9点钟真回到包厢的时候，我就把第一电醒了。其实你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醒了，但是你以为你还在游戏里，你把他杀了。所以2边我都捅过。没有，是这样的，这个是我后来做的。他编程编的，他想对那个。等你弄完了之后，我做编程编了一个假人放在这里，这是你们看到的程序。但是在第2关游戏里面，你其实一直在这里来回重复的。我其实第2关的时候就是不停的被杀，不停的被杀，对，然后直到有一次，啪，是在真实中醒来了。醒来了，你做了这个，然后现在你看到的是我后来做的程序。还有什么？电击程序开始，唤醒程序已启动。我是在真的房间晕了，然后他要有一个人把我带回我的房间嘛。对啊，他就把我电晕了嘛。所以他按照你的计划杀了真之后，然后你就出现把他电晕了。对，然后你把他抱回他自己的房间。对。所以你就瞬间变成嫌疑最大的人。我再等一下。哎，你们说的那个纱布在哪儿啊？那个带血的纱布，垃圾桶里。Nothing。没有。再也没有。看到没有？没有。侦探，哎，这个垃圾桶里没有那个带血的纱布。这个也没有那个记录了，因为这个空间是我根据我自己的计划来做的，所以我只能做我计划里面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带血的纱布不是在我计划内的，而且那一刀完了之后，不应该出现纱布和他第2次进入到医疗舱的任何的记录。我其实就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发现确实捅挺深的。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没有去探皮息，所以我其实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已经死了。那不对，那要是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他杀完之后真并没有死啊，你出现的时候真就看到你了。他其实那会儿已经半死了，但是他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因为后面的事情是已经不在我的控制内了。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弄回去之后，然后呢，我启动极光程序。所以现在后面发生什么，其实是我们今天破案的关键。然后因为我的手机里留下了大量的，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有一个白手机，是因为我手机里面留下了大量的这些操作的这个痕迹，各种的软件，所以我把我的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做这些事情是在9点钟，可是10点1刻的时候你们相遇，
包括为什么会有2个进入到医疗室的记录。因为在我的计划里面只有一个，就是真实的他把自己手割伤进入到医疗室，对不对？对。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手割伤之后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带血的纱布的。对。那个纱布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2个进入到医疗室的记录？手割伤之后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带血的纱布的。虚拟世界里，伤口没有多余的痕迹，这就是被捅了一刀。真实空间，他这个刀口拐弯了。刀或是进出，或是左右，就是肯定说不是一下。假设是2刀的话，2刀捅下来，哪个会哪？那就只能是没有致死。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对，他没死，他可能踉踉跄跄的。他要去治疗你的那个，对，不，他要去治疗。那他身上有血的话，他往那儿走的时候，势必在包厢的过道上就会有很多的血迹，所以那个纱布有可能是擦那个血迹用的。非常有可能，那肯定不是他擦的，是凶手擦的，对不对？因为他肯定醒着，他知道那儿能治疗，他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治疗，他不是坐那儿等死。那能醒的凶手还不让别人碰见的人，他从来没登入过。我指的真准。然后他没有登入过，他没有登入过，所以只有这一个人是一直在现实空间的。对。还有没有什么没找到的？哦，解这个，对对对，解哪个？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个谜。我要去马栏山，我要跟妈妈一起回家，一起回家。马栏山，回家。马栏山 ，MLS。哦，还有机关呀！小何，你好呀，我是来自过去的你。给你准备的礼物还喜欢吗？这个口袋空间是你梦寐以求的玩具房，我特意取消了空间的密码，这样你就不会害怕忘记了。最近你是否常常会感到孤独呢？但是不要害怕，因为光明永远与黑暗交替，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上天赠予的礼物何时会被收回一样。重要的是你能够自由、快乐以及勇敢地接纳自己。亲爱的小何，我希望你一直相信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希望，你前往的地方将会有灿烂的阳光和宽广的草地。如果有机会，请你自由地奔跑。现在是2070年3月10日，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还要去抱抱那个你最爱的人。再见了，小何。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声音信。抱抱，你那个最爱的人是谁啊？妈妈。3月7日，今天。大脑检测报告：大脑萎缩，脑细胞结霜，6个月后智商将直线下降，甚至程序性死亡。被检测人核研究，检测人核研究。这是你写给自己的？这是我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其实是我后来就发现自己的智力和思考能力都在下降。其实那个所谓的 K21对我的效果其实是一个假象。啊？啊？对。它可能延缓了一下我的脑萎缩，但是它并没有根治。但你的 IQ 不是已经到180了吗？那是他练上去，他每天那么高强度的上课，是靠他自己的努力练上去的，而并不是这个药物。对，
天哪！哇！天哪！哇，这么励志的一个人呢？理智啊！然后我发现，在往后退的时候，我就去查了，当时是9月份9月份，对。然后说还有6个月，就是会智商会渐渐的就回去了，失智，就是会忘记所有，就是没有记忆了。哦，所以就是将来他会变成一个小孩，所以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口袋空间。做这个口袋空间是因为我没有童年，我没有这些，我小时候都在做题，所以我也没有人陪我玩，所以我就8岁之前你有的，对，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我就希望这个。然后呢，我也知道我已经时间不多，我可能会忘了所有，然后我可能也变成一个智商为0，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就特别怕我自己忘记，所以在把所有的事情解决完之后，我就回到我自己包厢，给我自己留了一个音频信，然后我就到妈妈的包厢去抱了下她。哦，你已经知道了，对吧？我早就知道了，我也知道她在飞机上，是我。那你可以跟我相认的呀。他怕你太痛苦啊。得到又要失去了，他马上要失忆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改名字，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从来没有找过我，但是我就去抱了一下你，然后你当时9点半钟的时候你是沉睡状态的，然后我就跟你说妈妈我好想你，然后我被甄教授关了好多年，但是我现在找到你。他以为是妈妈不要他了。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更恨的是甄教授，而且我不想要在后面变成他的一个负担，因为也慢慢的也可能就是智力啊、脑子啊都会有问题嘛，对。团聚了，团聚了，团聚了。热水、冷水都打开啊！朋友们，我们再到这边来再看一下。暗暗吃安麦豆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这次试试看看可不可以吃到超高颜值的粉豆，全是粉豆。你今天运气不错。这有个包，你们找过了吗？找过了。这有个锁，打开过吗？打开过。哦。这里有啥呀？这不是个空的吗？对呀。座位。和这儿。嚯！哎呦喂！K20。哎呀，你怎么会有 K20 呢？20。这是 R20。哦，正版 K20，看到没有？妈妈，我有救了！妈妈，我有救了！因为你快，你有救就舅妈都有了，快吃它！这咋弄啊？这是啊！快吃这个！他现在已经傻了，妈妈，他现在已经回去了。你为什么有这个？你们都忘了我那个妹妹了哈！我那个妹妹，因为她不是大妹妹，她不是已经植物人了吗？对。我想救他呀，因为我听我们那个组织2041说，就这个东西是能治我妹妹那个植物人的。我就听说真那儿有，然后为什么我有那个喷剂？你想把它弄晕了，完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哇，好棒！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这样，就这样。针什么时候有的真的这个 R20呢？这是曾经真给我看过，是他手里唯一一瓶R20的原液，因为他没有办法复制这个，所以他一直跟你要这个配方。他想要配方，我没有告诉他。而且这个药其实是不是对植物人起了作用？对植物人起了作用。研究这个药是为了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来得及给他用。真当时是药，我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开发成了一个天才药。那你是几点去偷的这个？用探这个字儿好听一些，什么叫偷啊？
看了这个药的好吗？我10点醒了吗？我不弄个闹铃吗？我10点就醒了。我打算就是10点05去，要去喷那个东西嘛，但是我没有喷，因为我一进去发现它已经呜呼了。身上插着这个刀。对，你是10点05去的。对，那不对，那咱俩有一个人在虚拟，我10点05到10点10分。他没进过虚拟空间，他从来没登录过。那我10点进的那个还是虚拟空间？当然，我10点。你10点05，然后嘞？然后你就把那拿回来了。我就搜身嘛，正看你刚才打开过一个盒，那是搁这个的。哦，被你偷走了。对。那你搞完这一切是几点？在05跟10中间，5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弄完。对。那你是怎么又去到那边去看极光去了？他没有去那边，他是在真实世界看的。他坐在这儿，他能看到极光。对，因为我是在真实世界看见的啊。对。然后这时候10分的时候，然后我不是把那干扰器搁在了乘务室。啊，你10点10分的时候才把那干扰器放过去啊？对，10点10分啊，因为这干扰器会让失灵。它那个干扰器是一放就失灵。飞机系统干扰器的作用是什么呢？按下启动键会立即干扰飞机操作系统，导航及报警功能失灵。然后，所以我这时候没有上课，我也能进去了，然后我就可以就是这样了。对，因为我最重要的目标，一个是我们组织告诉我不是要所谓返航嘛，还有一个就是我私心，我要拿到这个去治我妹妹啊。你那干扰器是怎么做的？好好奇啊！然后那个磁铁是干嘛用的呢？真的很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会去？最开始坐了3次的飞机，第4次还要上来呢？就是我每次啊，那个干扰器不是俩棍儿底下一托，中间还一壳嘛，对吧？然后我每次就给它搁在一蜡球里头，因为飞机不让一次带着干扰器上嘛。然后每回我都弄完之后呢，来这儿塞这里头组装，每回都搁一个，搁到第4次的时候已经可以了，就是今天。哇，哎，为什么我刚才在元宇宙的空间里面，我自己做了一套电脑来控制这边的飞机，没有得到哇？他只是拿了一头蜡放在马桶里面，你就在这里哇？不是，我这个哇，我是觉得这个举动好冒险又不太聪明。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组织就是单纯，就是 pure。但凡有一个人来清理一下，你就前功尽弃了。而且最250的是在于，我自个儿戴上手套之后，我拿了这么一破吸铁石啊，然后呢，我就自个儿把这几个东西就吸出来了。然后呢，吸完之后，更粗暴的方法是，我把那个蜡就在这磕完之后，然后我把那东西每一个零件我就生掰出来。所以你的手套我想对了，就是带着它伸进马桶里。对，然后拿那个东西去吸那4个。原来真的是吸那4个球，在这个2070年还有这么原始的方法。这个跟我们这个组织的那个口号非常相似 ，Back to Life 嘛 ，Back to Real Life， 就是说 Real Life 就要靠自己去生磕。你是几点启动的返航？因为干扰器需要充电，9点的时候。9点。我是8点40。哦，8点40放20分钟生效。没有，是8点20它划伤自己，然后进来放，然后8点40它生了效。对。哦。8点40我破墙进入到整个飞机的系统，我改了航线，去到了马栏山设置这个极光系统。8点55分的时候，我把这一切都弄完整了。之后登出就是在那边。对。然后9点这边启动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针回到了他的包厢，我唤醒了张，然后他就去捅了针。他捅完针之后呢，我再帮他又重新登录到了元宇宙的这个游戏里面，等于他又回到那边去了。哦，所以说那这么说来的话，也就只有我跟荣，从进到口袋空间以后完全没回来过，除了最后一次。你们只要是第一次登出，你们就接入到那边去了，在那边你们没有办法出来，除非从外界把你们强制叫醒，就是后面10点半的那一次。但是其中有人用别的办法。邓氏口袋空间存在难以修复的 bug， 就是2面镜子对照，可强制登出你的元宇宙空间。镜面什么那些东西。对啊。对，一个是他没有过去，就没有登入，就像大这样。还有一个人，他虽然登入到那个空间，但是他用比如说2个镜面啊，或者说他说的那个电击环，就是那个颈环，他回来了。
我非常好奇的是，这位朋友，我们现在要找密码。我用的他的是，伦少爷的父亲是邓氏集团总裁突然死亡。退完了以后，爸爸马上就离世了。哦，12月31号是不是？1231。对了，酷。儿子，或许你并不想见到爸爸，亦或许你压根就憎恨这个称呼。但不论怎样，我都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再和你说说话。我的一生都在为公司、为人类忙碌，却反而忽视了最应该花时间陪伴的你。也许只有我躺在病床上，才能够拥有大把的时间来回忆和你相处的短暂时光。我听到了你对我的抱怨、愤怒，也听到了你与甄教授的合作。我很痛心，我曾经那么大的伤害了你，可你却一直在容忍我。但是现在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暂停了甄教授的研究资金，是想让你意识到，你不用成为天才，也是我最爱的孩子。对，我创造美好世界的原动力。如果我与邓氏给你带来的只有痛苦，那就去做让你快乐的事情吧。爸爸永远支持你，会原谅爸爸吗？儿子，再见。这我给你的。啊？这是邓布斯爷爷在他要走之前拜托了我一件事情。他录了这个视频，因为儿子跟他积怨很深，他觉得儿子可能不会接受，然后他希望我找合适的时间，让儿子可以看到这段话。因为我今天刚好看到他也上了这个飞机，我就是在我最后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做了几个我觉得需要做的事情，一个是把这个视频接入到他的口袋空间，留给他；另外一个是抱了妈妈，然后给自己留了音频信，所以这是你的父亲留给你的一段很重要的话。所以也就是我第2次进到口袋空间以后，才看到了这个视频。看到了以后，然后我对于真的那个杀机就一下就，所以我立马冲到真的那儿，然后看见他已经中刀，并且我探了鼻息，他已经死了。那时间是9点05。9点05，刚才我那是10点05。不是，你看到的是这个真实的，他是在那个空间，因为我9点钟我马上修改程序，我在那儿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NPC。对。这没镜子，那边有镜子。不是，有人，哎，侦探，哎，这边的洗手间没镜子。取掉了。它只要取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双重镜面了。所以就是有的，哦。哎，镜子哦，是被打碎的，放在水箱里了。有人知道这个 bug， 他就靠这个回来了。我知道这个方法的有仨人，对吧？我记得。还有大，但是大没有进入过。对。
那就尴尬了，那就尴尬了。那他们有人能撒谎说自个儿知道，但是说不知道，哦，对，对不对？他也撒谎，他知道，他装不知道。哦，我可能觉得我现在心里更偏向你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忘了一个，那个医疗室的记录有2个。对啊，所以除了真身上有伤口，在我找到的线索里，只有他身上有伤口。就是他那个座位的那个，对吧？所以就是他在口袋空间里醒了以后，他身上有可能他这个伤出血了，那他想去医务室去治疗，但是他进不去，所以他发现这是一个，因为他在虚拟空间，所以他发现这是一个假的，因为我不知道他身上有伤。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是非常关键的线索。但是他想，他一下就回来了之后，空间里边谁去把那个镜片塞到水箱里面？他还可以再回去啊。对，就是有2次回去，必须得有2次回去。关键有一个问题是，我醒来冲到他的房间，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以为我醒来的。这个人回来的人，起码他从这儿醒来，他得知道他还在。对，就拿镜子的人。对，所以他才会去找镜子，然后把真正的给返回来。对，他是因为什么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还原所有的细节设计，我只能看到你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把它还原到这个元宇宙里面，会让人知道自己在。就是一定有一些细节是醒来的这个人觉得，他一醒来，他发现这个东西他本身应该有的在这没有，或者在那儿没有的这儿有了，他就知道我不是在真实的飞机里面，所以呢，他就要回到现实当中去捅这一刀。对，对。他不一定知道全计划，但是他只要他有一个方法能确认真实跟，那就是要找一些细节。我们这边的这个线索其实是大概知道他是怎么弄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干了啥，而且致命内伤到底是什么？如果来来回回只有1把刀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对呀，就是说最终致命那一下是怎么死的呀？对啊，就是你按照现在来盘的话，最终的捅刀还是我呀。但是感觉好像我还是怀疑我是没，比如说他发现自己这儿有把刀，他没有杀死他，对不对？他就要去医疗室，那么他应该不会把刀拿出来，对不对？不能一拿出来就喷射了那伤口，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带着这把刀和伤跑到了医疗室，而这个时候凶手应该就看到他了，还在医疗室里，所以在医疗室里他可能治了，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刀有可能在他手里，也有可能在医疗室他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凶手跟进去，又给他捅了一下。我也觉得，也许也没有跑到医疗室里，可能就被截住了，都有可能。不对，他一定进了医疗室，因为2次记录，对，2次治疗记录。我怎么觉得更偏向于他正好去到医疗室，然后凶手正好在碰见。所以那把刀凶手是拔出来过，所以血掉到地下，所以纱布是擦过血。对，他有可能是他会看到他之后，比如说再弄一下，所以他为什么位置那么接近？对，就可能拧了一下。对，把那把刀掏出来之后，照着那眼就又来一下啊。1对1吧。你再说一下你的那个时间吧，你捅是几点钟？9点。捅的当下，然后你被核电晕了，拖回来，然后植入了那个口袋世界，对，你就醒了。醒了是10点完了之后，10点到10点10分，我在那儿看到的死者，你分不清这个现实和游戏，对，其实那个时候是虚拟的。然后我出来10点15，在走廊遇到荣，就又晕倒了。我是工具人嘛，经过我的操纵者给我认证了，我10点15是在虚拟空间，我也认证了15这个点我在虚拟空间见过荣，对，所以荣也在虚拟空间，等于我是荣在虚拟空间的那个时间点，我是他证人，荣的时间也是对得上的，大最后是10点05进去的，就发现真他已经不行了，对吧？他10点05到10点10分在真实世界见过，我10点到10点10分也在见过，这个再次证实了我10点之后是在虚拟空间，不然我就会撞到大嘛，对吧？所以这再次印证了我们是在2个空间嘛。对。我想说一下，刚才搜身的时候，邓搜出了啥来着？邓啥也没有吗？他啥也没有。邓也没有计划吗？也没有。
他说的是他第2次登入那个空间是在9点之后，他看到那个他父亲的视频之后，产生了完整的杀机。其实那是当时没反应过来，但是我回想这句话还是觉得很怪啊，就是他为什么把那个说成完整的杀机？是不是潜在的一种？好，我们找何。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你的那个设定是几点钟之后？9点。9点。那这个人如果他知道这个密码，他把镜子一掰，他从你那个设定出来了，他还能回去吗？只要他从我那儿回去之后，再登入到他自己的口袋空间，再登出，他又进入到那个。所以其实是来去自由。对，来去自由。刚才我盘了一下，张不太可能。张我对，因为他首先第一点他没有必要再回来回去了。第二点呢，他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镜子这件事儿。那么知道镜子这件事儿的人有3个，对，大、荣跟邓，对吧？现在要盘的就是大呢，其实他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说的他从来没有进入过盒子，有可能是撒谎。对，邓跟荣就更明白了，就是他们都有可能，而且他们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呢是这样的，我呢其实是没有去复制每个人行李的能力的，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可能发现自己不在真实的空间里面。大是有的，大有那个返程，荣有一拍即晕，还有丝巾。伦是不是没有？但是呢，刚才的那个视频信，他在自己的口袋空间里面，他是会看到这个的。对。看完这个视频信之后，他心里有什么变化？对。然后他的计划是什么？看完之后，他必须要登出，对不对？可是他登出的时候，他其实是到了虚拟空间。那么他到了这个元宇宙的飞机上，他如果要去找那个真，是不是他得有所准备？好杀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他翻行李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发现啥都没有，他就发现这不是这个空间了。叫大还是叫大吧？叫大，叫大吧。好。能够区别现实与虚拟的人，就是杀人的人，对不对？对，是那个你干扰器啥时候几点9点多少来着？还在浪费时间问我吗？我不可能。我只是跟你看一下那个时间啊。你说你的干扰器是什么时候组装起来的？9点。9点多少？我这样啊，我跟你们具体说一遍。好，5点20。那不用太早了，太早了。我从去年开始说好吧？太早了。反正我7点20时候进入洗手间，按照计划的陆续拿磁铁取出，然后那个7点40，外边有人敲门嘛，然后我将干扰器带离了，碰到了门外的伦少爷。8点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头，然后给他充电，然后到了9点的时候干扰器充电结束，启动飞机导航失灵。10点05的时候，我带着干扰器跟迷药去了 K 的包厢。然后我进去之后就发现他腹部插着这个焊了鼻息，他是真死了。10点10分的时候，我走出了 K 的房间。等于你10点出门到10点10分回来，你也没遇到过谁，对吧？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们都在虚幻中呢？那行好，反正我们再去看了啊，就是分辨容吧，那就容吧。哎，荣，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你之前有说你8点半出了一趟门，对吧？8点半我是进的口袋空间，我是从8点半一直到10点10分。对，然后10点15的时候遇到张，然后看见了真，然后看着他死了。对，然后看见他死了，然后并且我确认他死了。等于8点半到10点10分，你是没有什么进进出出的这个动作的。我一直都是在口袋空间里，然后也没遇到过任何人。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要盘容的话，就是容在8点半到10点10分里面撒了谎。他到底干了啥？出来过。假设他真的撒了谎，他10点10分之前其实登出来过。进入到那个虚拟空间。对。发现了那个虚拟空间是假的，然后就掰镜子折了，回来在现实中杀了人，然后再回去。OK， 那他现在10点10分出来干嘛？
就他回去之后，他再待在房间里就行了嘛。他为什么要在一个他明知道是假的虚拟空间里面再去一趟那个假的案发现场？因为他已经杀完了，他不用再去确认了。对，而且他明知道这是一个假的世界。我还是会觉得，第一是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会让那个人知道。其实我更怀疑的是，确实知道这个手法的人，那大是特别明确的，他压根就没有去过，对，那就只剩我跟伦，对，那伦是去过卫生间的，卫生间在真实的那个里面是有那个蜡啊，然后在虚拟的那边是没有的，就是说，如果谁最有可能知道这些细节的变化，这是最有可能的。叫伦吧，只剩伦了。知道为什么把你放在最后一个？因为我比较重要。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是9点看的你爸爸跟你说的话吗？你看完之后就直接你说你去了真的房间，你是去干嘛？杀他。怎么杀？没想到，看完我爸的视频我就上头了，冲过去再说，干他。什么？这么鲁莽的吗？你不是有几百个兄弟在机场等着的吗？但如果没在飞机上看见这个视频，可能我就不会上头，我就睡觉该干嘛干嘛。落了地，我兄弟们见到他，也不是要先取他的性命，其实我是想绑架他，但是我看到的这个视频发生的很突然，所以我也突然一下上头了。反正过去我就甭管怎么着，我就得先把他弄死，靠你的肉体和武力。就起码咱不说弄死，起码得打2拳吧。没有具体的计划。对，就是生气了嘛。在你发现他死了之后，然后呢？然后就回去平静。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又开心又想接受，但是又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在这种纠结，一直纠结到极光。一直纠结在这里。啥？真的，虽然时间有点长，我也觉得起码得要个水啥的，但是确实就是一直在那儿坐着。等大从卫生间出来，你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卫生间有什么异样吗？没发现。然后你没有注意到地上的蜡，那个时候还没有注意到。那如果现在不是你的话，那就是荣。我也是这么想。你也只能怀疑荣，他也只能怀疑你。哦，是吗？就你俩幸运2选1了。对，2选1。行，逃吧。我怀疑他主要是觉得，因为他是个建模师。逃吧。一会儿聊一聊，也许又聊出来啥。好，来，最后我们每个人这样阐述一下吧。然后，如果你有怀疑的人，讲一讲为什么。从核研究开始吧。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原本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因为我原本是想说，通过张的手杀掉了甄之后，我们所有人在被摇醒的时候，张会以为自己是在口袋空间里面跟 NPC 的搏斗当中杀死了 NPC， 但醒来之后发现是这个真实的甄死了。他并不知道游戏是我设计的，因为我是匿名发给他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到不了我的身上。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在元宇宙的飞机上发现自己是在元宇宙当中，于是通过2面镜子的方式回到了真实世界，在真实世界里面发现了疗伤过后的甄教授，于是又给他补了一刀，导致了他的死亡。现在呢，其实圈缩的比较小，就是知道2个镜面可以回到真实世界的人，这里面有3个，一个是伦少爷，一个是容娜丽莎，一个是大清仓。那关键就是这个人是为什么发现了自己会是在元宇宙的飞机里面？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分析他们3个里面谁更有可能更快地发现自己不是在真实世界里面，而是在元宇宙的飞机上。
那么我的倾向呢，就是在他们3个当中有谁有需要去检查，比如说自己随身的东西啊，或者是看看周围的环境检查一下，然后发现自己不在真实的飞机上。因为我呢是通过建模建立了一个跟真实的飞机一模一样的元宇宙的飞机，但是它的包、其他的东西，然后包括它的行李这些东西，我是没有做到那么细的。所以就是看看谁更有可能了。对。我刚才简单翻了一下，没有挨个去确认，应该你是所有人柜子里都没有做。我所有的柜子里面没有做任何的东西。那么轮的柜子里面有一个他的小的包，这个包里面只有一张感谢卡。那么荣的柜子里面有他的一个包，还有一个清洁袋，清洁袋里面有用过的沙布。大的柜子里面有他的一个包和他的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在那里。对，这些我都没有复制的。对。但大呢说他没有登入过口袋空间，确实他的口袋空间是空的，所以他没有机会进入到元宇宙。文少爷，我大概想的跟这个核研究差不多，就我也是觉得这个镜子一定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就是还是在我们仨之间，我自己知道，如果我不是凶手，那可能在我的视角里就是大清仓和容纳丽莎啊，那我觉得他们俩唯独之间的疑点就是大清仓到底去没去过口袋空间？不信兄弟啊！如果他也去过，那就得2选1了。如果说大清仓就是没去过，那可能我会比较倾向于容纳丽莎。好，来大清仓。大清仓非常的清仓。我的协议排除就是信则排，不信则排不动。我的协议就是这样，你只要信我，我就排了；你不信我，怎么也排不明白。但是我现在非常想听容纳丽莎，因为她回来之后，她一醒，她可能觉得自个儿那个刚才提示过，可能要换一下或者怎么着，她就会去打开自个儿那个柜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行为，也许就会有。其实这个事儿，总共从3个维度去缩小。第一层叫做谁能出来，就是谁掌握镜子这个方法，这个其实已经很清晰了，他们仨都知道，对吧？然后第2层叫做谁能发现，这个刚才何也讲到了，一个是需要经常确认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是他原本的计划里边有你在元宇宙无法做到的，就是他按自己的动线去实现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发现了他计划中该有的东西没有了。比如说类似喷雾之类的，喷雾这种东西也算。第3层维度叫做谁能再回，我们还原砸镜子，啪这样对完了之后醒来了，这个镜子应该是散落在地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证据的时候，它却在水箱里，所以这个人有再回到元宇宙去的能力，对吧？那谁有这个能力？常进出元宇宙，或者说谁能在技术层面他懂那个元宇宙，懂这个。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他是误打误撞的，因为是这样的，像张他是只要接入自己的口袋空间他就回去了，因为他的第2关恰恰我就已经给他接到元宇宙飞机上，他的第2关就是在那跟那个 NPC 在打。所以呢，张的那个接口他自己就是，那么这个人呢，知道我登出去的时候，我是要去杀真实世界里面的甄教授，对不对？他杀完了之后，他想说啊，那元宇宙里面的那个我镜子没藏好，所以我得回去。那我回去呢，我是不是得登到口袋空间？他原本想说我在那儿醒来，我的口袋空间是不是已经被改成了这个元宇宙的飞机了？所以他就登进去了。一登进去发现，不是，是假如我的空间啊。然后一退出，刚好就进入到我的程序里面，所以呢，就反而误打误撞的又回去了，这是有可能的。容纳丽莎。我这刚才在听你们说，觉得好像是说从技术层面上，好像是我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其实第一，我没有那么强的技术可能；第二是，如果说你一醒过来，你第一直觉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换纱布？刚才谁说？其实，在元宇宙世界里面，其实它只是一个意识，就是我的肉体没有过去嘛。其实我的那个疼痛是在现实世界的啊。也就是说，我在我的那个空间里的时候，虚拟的时候，其实对他没有什么感触，说我要去换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 你不会去换纱布。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触，说我要去换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触，说我要去换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触，说我要去换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
这是张提醒的吧？是张提醒，因为张说不然的话，他在那个元宇宙里面被 NPC 杀了好多次，他也没怎么太疼。对，这个意思。对，就是元宇宙跟现实宇宙的疼痛与你什么是分开的，因为我那1个小时，我死了1个小时，对，也没疼醒，所以并不代表说我就会一下子就知道说啊我要换药了什么的，而且我的这个伤口也确实是换过药。是几点钟换的？8点25。就是在你进入口袋那个之前。是的，我就在我自己的座位换了。确实没必要那么频繁的换啊。然后平时你的伤口是会有那种隐隐作痛吗？就是多少还是会有吧。然后呢，我确实也赞同前面的人说的，大呢确实是可以排除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那个空间确实就没有东西，没有必要去撒这个谎。我觉得呢，就是伦少爷，伦少爷对。刚才我在问大，他在7点20和7点40的时候，他在里面磕蜡，对吧？那个蜡就是掉在那个马桶边上了。再之后是轮进去过的，有没有可能是轮？比如说看到了边上有些蜡，然后当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对他看见那个地上没有蜡了，对，他是看见的，因为进过厕所的人就是他们俩。我是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我想问一下伦，你看完那个爸爸留给你的信之后，你第一时间冲到了真的包厢，就是上头了，对吧？你跟我说你上头了，是的。你想做任何的事情，就是没有计划就冲过去，没有计划，因为看到这个视频也是突发状。对对对，因为是我给你的，对，本身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的计划在落地之后，一切都特别突然，所以看完呢，我的那个感触也是很突发的一个状态。可能我冲过去不一定非得是要致死或者怎么，起码我冲过去先捶他2拳解解气什么的也行是这个状态。我发现他中了一刀，然后我还探了一下鼻息，然后发现没有鼻息了，然后死了。其实我也有点懵，然后我就回到了我自己的座位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心态就在于。开心也开心不起来，不开心也谈不上，反正就是一直在这么一个过程中一直在挣扎。好，对 ，OK。行吧，投票。好，加油，加油！非常精彩的一案。看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以为我就是那个幕后黑手。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必须要锁定，知道2个镜面在一起可以回到真实世界的这个规则的人。那这个3个人分别是大清仓、容纳丽莎和伦少爷。那么大清仓不会是了，因为他没有理由进入到口袋空间，那是他深恶痛绝的地方，所以大清仓不考虑。我要投的这个人有3个符合的条件，第一个是他知道镜面能够离开那个虚幻的空间，第2个是他一定要看他的东西，第3个是知道登入登出这些东西怎么来回走，因为容纳丽莎她本身她是建模的，所以说这种其中的蹊跷呢，我觉得他会更比伦少爷更懂一些。容纳丽莎呢，因为他的医生告诉他，他受不了长途的这个跋涉啊，所以说会觉得要去看一看自个儿的伤口啊，看看那些纱布什么的，让自个儿心安。所以第2个他也符合。所以说以上3种，我要投给的是容纳丽莎。这次投票呢，既然发现了在水箱里破碎的镜子，我们就知道真凶一定是破解了核研究的这个虚拟宇宙，基本上把真凶锁定在了使用破碎镜子在元宇宙进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手里。我认为这一票应该投给我最后可能还是会决定投容纳丽莎吧。
在我的视野里，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凶手，所以一定是荣。你肯定是看见了蜡，是吧？然后你就回到了元宇宙，是吧？就是你了。哦，其实就是这个伦少爷和容纳丽莎2选1，我尝试去复盘，假设是容的话。那么他就在8点半和10点10分这之间撒了谎。他在8点半到10点10分之间登出过自己的元宇宙，来到了这个虚拟世界，通过某种细节发现了自己处在元宇宙当中。他打碎了厕所的镜子，脱离了这个元宇宙，来到了现实世界去行凶，杀掉了 K 总之后，回到了这个元宇宙当中。那么最关键的点就来了。龙回到元宇宙的世界当中，藏好了镜片之后，此时的他一定是非常的清楚自己处在元宇宙当中的。那么，一个明确的知道自己处在元宇宙当中的真凶，为什么要在10点10分之后出去溜达一圈？他也无法预判10点10分出门他能遇到谁。所以，如果是龙的话，他10点10分出去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如果是伦少爷的话呢，更合理一点。除了大本人之外，只有伦少爷知道厕所里面是有那个蜡，明确的知道自己处在元宇宙当中，我会投伦少爷。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来了。来吧，请宣布。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7季第5案。冲上云霄之飞跃子午线中，谁是杀害甄教授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张游戏大清仓。张游戏，哎，恭喜2位。哦，对啊。挺起胸膛来。获得1票的玩家是何研究。友情赞助一下吧，友情赞助一下，就他了。剩下的票数集中在伦少爷和容纳丽莎之中，又是7票。容纳丽莎和伦少爷互投了对方。多新鲜啊！紧张吗？张游戏大清仓投给了容纳丽莎。容纳丽莎。听不见啊！何研究蒲助理投给了伦少爷。容和伦的话，亲手挂妈妈这一票呢，我做不出来，所以今天呢，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伦少爷。伦少爷。哦，我3比3。哦，关键的一票交给了人家。怎么这什么意思？吴侦探的票投给了容纳丽莎。最后我还是会选择容，原因是什么呢？容身上有伤口，他可以自由地进出那个医务室，他会比较清楚地发现医务室的人进行过新的一轮的治疗。对于伦来说，他不知道大启动了这个什么返航的功能，这个报警的系统失效了，所以他轻易他不敢去碰这个东西。其二呢，就是容身上有那个可以让人晕倒的药，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先进行了把他喷晕之后，然后才对他进行了这个刀口的2次伤害。所以综上所述吧，容纳丽莎。4比3，容纳丽莎，请进铁笼。
哎，妈妈，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投我妈妈的。来，妈妈。我的天哪，这样我太紧张了。来，容纳丽莎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容纳丽莎。成功！妈妈，我们错的关键线索是什么呀？是关于你的。真的假的？我知道是你。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啊？你过来抱抱我的时候。啊，就是他没有睡着。第5次的泪奔。他那个时候是装睡。然后你在我身边留下了一个东西，一个你身上的不小心掉下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藏起来。所以我对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醒的。我确实是8点半的时候，我开始进入自己的元宇宙世界。但是呢，我知道真就在我前面，所以我是想用我自己的技术就是到他的空间去看他的世界的。但是我发现我登不进去，所以9点10分的时候我退出了元宇宙。但是我就发现，哎，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疼了啊。职业的敏感，我会觉得，哎，可能有一点问题。我就出了我的房间，我看见针已经被扎了一刀。我突然就想，哎，那如果这是个假的，那有人肯定也是会不知道这是一个虚拟空间杀了他。我知道那个方法嘛，用2个镜子让系统加载过度，强制退出了虚拟空间，回到了现实空间。我退出来之后，我就看见针从我的房门口过，所以我就马上拿出了我的那个一篇奇音，然后我就追着他进了医务室，然后我就喷晕了他，因为我想嫁祸给在元宇宙杀人的那个人，所以我就把他就从医疗室拖到了他自己的房间，然后捅了一刀，就拧了一下之后呢，我用那个纱布把所有的血迹擦完了，就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我不是有一个手环吗？那个手环也有一个电击功能，我上了一个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又再登入进我的元宇宙，然后我去藏那个玻璃。5分钟之后，我被强制唤醒在现实空间，然后我隐约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然后再之后呢，我又用相同的方法登入，然后登出，还是就在那里跟你相遇，制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明。懂了，懂了。祝贺大家成功！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有请侦探助理送上京东为大家提供的侦探徽章，请带领会长和侦探为大家进行徽章结算。首先祝贺侦探有一个轮，恭喜！大老人有一个，终于有一个了，哎，得嘞，哎，我们若云有一个嘞，好嘞，好，你没了，我没了。有什么感觉？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架构在未来世界里嘛，科技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但同时呢，其实也有的人会利用这种便利，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在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双刃剑，要把握好这个度。在科技为人类服务、创造便利的同时呢，我们应该就是也做好这个监督。说得好。这一案其实我觉得很精彩，它里面牵扯到了其实是一个科技过度发展的问题，不但有元宇宙或者说口袋空间带来的一个就是沉迷的问题，还有就是所谓我们对生物科技的开发，到底止境在哪里？2041这个事情是在我们这故事里发生的，但是如果未来科技过于的只为了科技进步而放弃人性的话，2041这样的组织会一定也是会出现的。而且你的女儿的悲剧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未成年人，因为其实这个非常有影射性，因为之前咱们确实有人去网吧或者什么就玩得太狠了，未来会有更着迷、让人能够沉醉的游戏会出现。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就是沉迷这个问题，也要防沉迷，不要让更多的悲剧发生。谢谢，谢谢。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京东。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兴趣相投就来搜，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探案都爱吃的 M 豆巧克力赞助播出，谢谢。那就这样喽，下一案再见喽。好，妈妈跟妈妈说再见。我没想到你没投我，不投。哇，妈妈再见。哦，你看，什么情况？飞机遭到不明黑客攻击，航线目的地从 M 国 M10更改为 M 国木偶镇。哒哒。哦，木偶镇。哦呦，鸡皮疙瘩起来了！不要慌，不要慌。据我所知，这个室友黑客又入侵了，但是大家应该都不是这个入侵的人。我觉得应该是萨侦探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线索不成？大白白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侦探助理小齐思君。首先要为各位介绍我们合议庭的新成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的于海松博士，欢迎您。大家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郭慧法官和沈一斐教授，欢迎两位。小齐好，陈老师好，大家好。老朋友们好，新朋友好。是。这次呢，又要和大家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畅谈很多大家所关心的话题。那今天的案件设定在一个架空的未来世界，但讲述的内容其实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以 VR 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那故事既展现了科技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同时也揭示了人类逐利的野心和无边界的开发技术后带来的危害。那本期合议庭将聚焦高科技犯罪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5案现在开庭。在2070年的 MG 公司的豪华客机上，头等舱的旅客甄教授被发现倒在了血泊之中。通过大家的推理得出，凶手就是容纳丽莎。我们先请各位对他进行定罪量刑。从动机上来看呢，容纳丽莎的行为呢还是属于事出有因，但是呢，毕竟他的行为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那么还是依照咱们国家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还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甄教授呢是违背了医学伦理道德，那么哄骗何研究患有先天脑萎缩的一个小朋友进行这个医学可以说有巨大风险的医学试验。蒙娜丽莎出于一名母亲爱护自己孩子的这么一个立场，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继续受到伤害，实施了这个故意杀人的行为，那么可以按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为情节较轻，依法呢是可以在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呢适用刑法。其实我听了好几期郭法官解读这个刑事的那个案件我就在想，其实首先是一个性质的判断，它是一个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是不是在量刑上，动机伤害的方式以及后果都成为了量刑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呢？没错，作为法官，我们在裁判一个案件的时候，当然首先是要根据他我们经过审理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寻找应当他适用的法律，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作案动机案发的原因以及甚至被害人本身是不是存有过错根据刚刚郭法官所说的，其实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每一位执法者对于这个案件当时认真的了解，以及出于人情对于这件事件每一位当事人的认真的关怀。
所以这个时候再看容娜丽莎的所作所为，她选择了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行为，去选择保护自己的家人，这一点其实让我们很惋惜的。但同时，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对于这个死者甄教授，他其实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他选择了劫机。这样的行为，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有人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歹念，那他会受到怎样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呢？这个在我们国家刑法121条有一个罪名叫做劫夺航空器罪，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讲的劫机罪。它大概从实践来看，就是2种行为方式，一个就是劫机者本人，把这个驾驶员抛开自己去驾驶这样一个航空器，比如说本案甄教授，他通过黑客的这样一个方式，控制了这样一个航线，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在驾驶着航空器的方向。还有一种就是胁迫飞行员按照他的这样一个指令的这样一个方向目的地去飞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刑法121条对这个劫夺航空器罪配置了2档法定刑。第一档法定刑的起点就是10年以上，10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如果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致使航空器严重损毁的，只有一个刑罚，处死刑。这是我们刑法里面称之为绝对死刑，在刑法条文之中非常罕见。所以我想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后果很严重。因为正在飞行的航空器啊，它是一种高度危险的一种业务行为。这种情况下，你劫持了航空器，很多时候它是会对航空器本身以及航空器所搭载的这个乘客会造成击毁人亡，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案件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我觉得在我看来有点困惑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何研究，他利用了张游戏对于这个甄教授的仇恨，让张去砸伤了甄。这种事情，他们2个人又该如何去分辨他们的行为呢？那么何教授呢，利用张游戏啊对于甄教授的仇恨，让张游戏呢恢复了这个记忆，弹出虚拟空间，对实施了杀人行为。何研究啊属于典型的利用他人实施违法犯罪。何研究本人当然是应该构成故意杀人罪了，但是呢，张游戏因为是属于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或者说他属于一种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状态下实施的违法犯罪，也是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能是追究何研究的刑事责任。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本意是要故意杀人的，但是确实把甄教授给砸伤了，那就属于典型的犯罪未遂。根据刑法的规定呢，是可以比照既罪犯啊进行从轻啊或者减轻处罚。明白了。你看，其实我们刚刚讲述了每个人在内心当中，其实他们都产生了违法犯罪的心思，但是他既然产生了这样的心思，法律也一定会追究到底，哪怕他是借刀杀人。所以说大家也千万不要越过这条底线。那再次回到本案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高科技犯罪。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是衍生出了很多的犯罪。你比如说本案元宇宙当中的玩家信息呢，他们的数据被人给窃取了，同时虚拟游戏呢成瘾这件事情也酿成了惨案。那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开始逐渐的出现，我相信对于法官们而言更是屡见不鲜。那未来犯罪可能会存在一个怎样的趋势和类型，而法律在这些方面又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这个互联网应当是20世纪最伟大的这样一个发明，它深刻地影响了这样一个社会的运作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我们讲，这个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社会，技术变骗术这样一个事情层出不穷。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科技之痛，就是它用得好可以造福人类，但是它用在这样一个不法分子手上，它可能就会危害社会。那么我们讲，在网络安全领域最为重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网络犯罪的问题。可能我们观众朋友比较熟悉的网络犯罪就是黑客犯罪，但是其实更为常见的网络犯罪是传统犯罪日益的迁徙到互联网空间。比如说过去我们盗窃、诈骗，那么现在是什么？网络盗窃、电信网络诈骗等等之类的，现在已经出现的这样一个态势，就是人工智能犯罪，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犯罪的效率和准确率。所以作为法律，就要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划定边界、设定规矩，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不至于祸害社会。我想这就是技术与法治
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些掌握了高科技的人，他们去犯罪的心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心理？从网络犯罪这个领域呢，从我们司法实践来看，目前绝大多数的网络犯罪就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追逐这样一个利益去实施这样一个犯罪。无论是黑客攻击破坏活动，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啊，甚至现在这样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啊，主要就是为了一个利益。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个目前从司法机关严厉查处的2卡案件。手机卡和银行卡，因为这个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要打电话，要发信息，必须要有电话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骗到钱之后，你要转账要有银行卡。所以现在有不少人在出卖这样一个电话卡，这样一个银行卡，他实际上为了获取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利益，但是造成的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想奉劝一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把自己的这样一个银行卡、电话卡这个提供出去，也要保护自己。对的，如果你提供出这样一个2卡的这样一个行为，有可能会构成刑法里面构成的帮助新兴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你不仅提供了这样一个电话卡，提供了银行卡，而且帮助实施了这样一个转账的这样一个行为，你有可能要构成刑法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所以千万不能为了这样一个蝇头小利，走上这样一个犯罪违法的这样一个道路。自己把自己的卡、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别人去用，反正我借给你用，好像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就没有责任了。不是这样子的，你实际上就是我们俗称的帮凶。对，你就帮助别人做了恶。我们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对自己的银行卡啊、对自己的手机卡也要保管好，不能轻易出借给别人。这个时候多看看大侦探合议庭，了解一下法律知识，就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那其实在本期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情况，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高科技网络犯罪之外，还出现一个就是医学生物领域的犯罪，因为它好像也是属于到这个高科技犯罪的这个范围当中来。因为在这个案件里面，关于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系列的事件，在故事当中围绕着一个叫做神经重组剂的药物展开。当然它是基于故事而虚拟出来的，可是在故事当中，这种药物是可以让植物人死去的脑细胞复苏，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可是我们的甄教授却想把这个药剂呢，就是想让某些意义上的普通人变成某些意义上的天才，这件事情好像就突破了伦理道德的边界了。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基于法律，它会触犯到哪些的边界？对于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样一个生物技术，必须要遵从伦理，这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这是一个法律的要求。在我们国家生物安全法第34条第2款明确规定，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也就是说，遵从伦理，使你的技术不至于危害这个社会的伦理，是法律对你的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它除了生物安全法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实际上是划定了生物技术运行的这样一个边界。它这个里面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行政的这样一个责任，也有民事责任，还有刑事责任，作为了这样一个生物安全法的这样一个后盾。律法官里面提到了伦理，其实我们在学术上也有个伦理，在学术伦理里面，你所实施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不能改变你研究对象、人类研究对象或这个社群的状态，除非经过大量的实证，得到了机构，像国家机构啊，或者是我们有专门的机构论证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正面价值的，你才能在实施在人类的身上或者行为。因为你在早期做研究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其实并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多的副作用可能是后面出来的，你以为是好，但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学术伦理里是说，不改变当下这个被研究群体他们的状态，因为人类在技术发展也好，社会实验的发展也好，我们并不能全部的去衡量它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稍微保守一点的态度，可能恰恰是对人类更大范围的保护。这几年啊，随着咱们国家对生物安全技术风险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提高啊，我们也专门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同时呢，
我们在刑法里边也专门增设了相应的罪名。在2016年的时候，南方科技大学，他们这个原来有一个副教授，然后明知违反国家规定和医学伦理的这么一个情况下，这就是我们讲的医学伦理，仍然通过这个编辑人类的这个胚胎可以生育免疫某种疾病的婴儿，就是刚才沈教授所说的，我是出于美好的目的，我来实施了这个，实际上是严重的犯罪。那么在2020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11专门增设了一个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讲到什么呢？不光是有法律的规定，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伦理，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咱们的司法体系当中，是不是也会利用到网络，然后呢，来加大大家的工作效率也好，或者是说给大家来进行普法呀，或者说来在各位的工作当中起到某些作用呢？反诈 APP， 这个真是全民知道。我马上想到了。那么在之前呢，我已经向各位观众都已经推荐了我们那个反诈 APP。是的，是的。这里呢，再向大家隆重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移动微法院。对，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呢是推出了就是一个移动微法院的那么依托微信小程序，可以让群众在手机终端上就可以轻松实现网上立案，我们可以文书签收，甚至可以在线开庭。这一块呢，就是它是覆盖了全国4级几千所法院，也就意味着我现在在新疆，我在北京有案子需要开庭，我是登录这个移动微法院的 APP， 我是可以实现这个远程开庭，让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在家里就把官司给打了。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打官司，当然大家有争议有争端，尽可能的还是要通过调解双方协商这种方式去解决。那么移动微法院呢，我们上线呢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特别是这2年的疫情期间，移动微法院也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真正实现案件的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的智慧法院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对，而从我自己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是特别鼓励这种方式的出现的，因为我们不鼓励大家去打官司，但是我们鼓励大家在遇到争执、遇到你情绪崩溃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的是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合法的权益。没错。那今天关于高科技犯罪的讨论，我们到此也要结束了。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呢是飞速的发展，数据安全和公民隐私问题也是随之而来，给司法办案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科技为人类生活创造更多便利的同时，应用与开发也应该受到监管。虽然科技改变了生活，创新引领了未来，智能制造创造了更多的便利，但是只有脱离奋发、笃行不怠，才能够创造美好的生活。再次感谢各位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认真收看《大侦探合议庭》，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大侦探7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诚邀网友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活动规则：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从今天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世界观来说，其实，我觉得确实科技在未来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太多便捷或娱乐或想象或太多未知的东西。我觉得一定是能勾起人类无限好奇心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追求还是要对于互联网或对于高科技、新科技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对待方式。
确实你滥用科技是不行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其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包括你说，容娜丽莎在剧情里面她胃受了伤，她可以去克隆一个胃，可以延长自己的生命。其实我觉得从总的来说，科技的发展。当中也非常直接的就是探讨了这个问题。科学是好的，但是科学的发展是要受到伦理和道德的约束的。科学的发展是，应该是有边界的。其实我这个人物这一期里面，除开别的不谈，我觉得他作为科学家的身份，他有一点坚持，是他跟甄教授不同的地方吧，就是他愿意去制作神经重组剂，但是他不愿意去开发天才药。就这个是基因科学里边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伦理问题吧，因为当天才可以通过药物来批量生产的时候，是否会导致我们的社会更加的不公平？可能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有很多的事情已经是不公平的了。如果说出生在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基因的话，是否整个人类社会会发展成一种很可怕的阶级分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科学家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还是比较有支持的。今天的亲情线其实是蛮感人的，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爱你的人始终都会围绕在你的身边，不管用任何形式，不管在哪个空间哪个维度，大家总会相遇的。这一案呢，我是觉得，对于何研究这个人物来讲是悲剧的。那么，但是最后其实我觉得欣欣说的那一句很好，就是家人会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上相见。我觉得就算是之后他的智力可能不于常人，但是我觉得并不影响他得到爱。科技的发展是非常棒的，然后呢，它能让我们变得更便利啊。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遵从于我们自己本身是个人，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也许有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就够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